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最近，台湾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在《联合早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他对台湾问题呢谈了自己的看法。那么这个看法可以呢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。张亚中认为呢，台湾与克里米亚一样，可能会成为中国崛起向美国立威的一个目标，也就是武统可能是中国大陆最可能的选择或者是选项。那么克里米亚问题，我们知道从国际法的角度看，目前呢是有争议的，因为过去呢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领土，后来经过公民的投票，90%几的人希望加入俄罗斯，最终呢这块土地呢变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。但台湾情况不一样，台湾是中国固有的领土，是神圣不可分割的。那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，而俄罗斯和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之间的关系，却是一个国际问题。那么欧洲国家为什么现在要制裁俄罗斯？它借口就是克里米亚这个半岛的归属。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，认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领土，而俄罗斯认为呢，一个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，只不过在苏联时代由乌克兰人赫鲁晓夫把这个半岛划给了乌克兰。那么现在无论克里米亚半岛归属谁，归属乌克兰还是归属俄罗斯，都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问题。台湾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选项，这一点呢应该说是不一样的。因此在俄罗斯合并了克里米亚之后呢，目前受到了很大的国际压力。那么中国和平统一台湾，或者是武力统一台湾，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？我想应该不会。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这个是世界各国都公认的。当然，除了这么几个小岛国或者是小国家还和台湾建交以外，世界上100-200个国家都承认中国的主权，这个主权呢包括台湾。因此呢，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和平统一、武力统一并不需要通过一场战争向美国立威。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采用武力的方式解决台湾统一问题，和平统一、高质量统一可能是更好的选项，但是这要看发展，要看台湾地区当局他们的选择。如果他们采取切香肠的方式，离两岸的统一越行越远，积极的搞台独活动，那么和平统一的问题呢恐怕就比较复杂了。那么最终就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实现两岸之间的融合统一。这一点呢可以说是我们的内政，这个内政外人无权干涉。那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，最后呢只能进行经济制裁。那么中国实现了两岸之间的统一，一些西方国家会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？会激进制裁吗？或者是武力干涉吗？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，我想无论是所谓的经济制裁或者是武力干涉，我们都不怕。何况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要和中国做生意的，而且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，其他国家也没有权进行相应的干涉。那么一旦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统一不管是哪种方式统一，美国必然是不甘心的。那么从中美目前的两国实力发展的角度看，台湾呢是美国的一张牌。那么这张牌它已经打了几十年了，过去打得比较顺手，现在发现这张牌比较烫手了，正在变成美国的一个软肋。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体量、军事实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，那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挑衅活动，那么一旦挑衅过头，那大陆很可能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，这里面包括军事行动，打破中美双方力量的平衡。那么如果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仍然把台湾作为一张牌来打，那么这张牌是很难出手的。特别是他期望是吧，通过武力干涉的方式帮助台湾实现不统不独，甚至走向台独，那么从反方向就等于帮助中国大陆下定决心，采取积极的手段来解决台湾的问题。美国政府只有尽早的面对现实，尽早的从台湾问题上
抽身，才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，最终呢才能实现双赢。好。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